如何对抗亚洲人专属的黄气和暗沉？有的人说我可以用 VC 啊，结果用完了更黄了；有的人说我可以用烟酰胺这个火，结果呢不对路子；还有人说这黄气暗沉是人老了以后的专属，我现在年轻我用不上。这个呢还真不是，如果你的护理不对路子，年轻人啊也照样暗沉。今天这期呢，我们就做一个护肤专题的话题，有关这个黄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，我们又该让它往哪儿去，进行一次系统的剖析，让大家在变白变美的道路上少走点弯路。首先，这个黄气暗沉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有人说是因为黑色素太多了，还有人说呢是因为这个自由基太多了，所以胶原蛋白变性了，皮肤不通透了。还有人说是奶茶喝多了，结果呢脸被糖化了。这上面说的这些观点呢都对，但是也都不全对。我们皮肤整体的色泽呢由3部分决定：肤色、折光率的均一度，还有皮肤表面的散射率。先说这个肤色，就是皮肤的颜色。这个颜色呢是由2种色素决定的，一种呢叫做真黑素，主导深肤色，比如说非洲人，他的这个真黑素含量就比较高。还有一种呢叫做褐黑素，它主导浅肤色，比如说欧洲人皮肤比较白，它就是以褐黑素为主的，真黑素特别少。那我们亚洲人呢，就是真黑素也有，褐黑素也有，不同的比例就显现出来不同的这个肤色深浅。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，不是亚洲人的黄气它是从哪儿来的吗？褐黑素就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，因为它不光主导黄色这种浅一点的这种肤色，它还会通过氧化让你的皮肤变得更难看。第二点呢，我们说说有关皮肤的折光率均一度的问题。折光率呢，在物理学上的定义是指光线通过不同介质的速度差。举个例子，这是一根筷子，它在空气中，你看它是直的，很清楚。但是如果我们往里面倒上水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筷子弯了。为什么弯了呢？就是因为水里面的折光率和空气中的折光率是不一样的。那你设想一下，如果我往这个水里头放一把土，会怎么样呢？水就会变成浑浊的，我们就看不见这个筷子了。我们的皮肤其实也是这样，我们的真皮层大概含有70%到80%的水，剩下的物质呢，主要就是以像胶原蛋白、玻尿酸这种可以跟水结合在一起的物质来组成。而当玻尿酸和胶原蛋白它抓住水分子之后，它会在皮肤里面形成相对均一的这样的体系，我们的皮肤就会看起来比较通透。但是当你的皮肤缺水，或者你的胶原蛋白和玻尿酸流失了，它的折光率会非常的不均匀，我们的皮肤通透度就会下降，皮肤就会变暗。说完了皮肤里面的色素问题和折光率问题，我们现在说说皮肤表面的散射率，它影响了什么？散射率呢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当光线照到皮肤表面之后，形成慢反射这样散射的一个状态。那当我们的皮肤比较粗糙的时候，有各种纹理，角质也比较厚的时候，散射的程度就比较乱，我们的皮肤就看起来暗沉。比如说你打了一层粉底，咱把这些粗糙的纹理都给填平了，你这个皮肤看起来就亮了，就是因为反射变得均匀了。但是呢，太均匀了也不行。比如说你油皮，你出一堆油，这个脸上油光锃亮的，这叫镜面反射。镜面反射呢，让人看起来显得脸脏，这样呢也不行。我们从这3个部分入手，给大家来讲一讲怎么改善黄气暗沉。首先，第一个肤色问题，它无非呢就是防晒和美白。有2件事儿大家很容易忽略，我想特别的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晒后的清洁和晒后的修护可能跟防晒同样重要。晒后的清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有些防水的和高倍防晒，你用洗面奶都是洗不干净它的。当它洗不干净的时候，它就会留在你的脸上氧化，氧化之后会刺激到你的皮肤，反而产生更多的黑色素，你这个晒不就白防了吗？
那晒后修护这一点呢，非常关键的是晒后的舒缓和晒后的降温。因为我们在夏天的时候，我们被晒除了有紫外线的辐射以外，还有一点就是红外线的辐射。红外线的辐射会加热我们的皮肤，而这个热在你晒完了，你进屋之后，它只要你的皮肤温度不下来，它还持续存在。而这个加热也会促进黑色素的产生，让你又黑回去了。所以，当我们一天的这个行程结束回到家的时候，第一件事肯定是要把我们的防晒洗干净。洗干净之后，给你的皮肤好好进行一个降温和舒缓。把这2个动作做好，才能给后面的美白打好基础。肤色问题怎么选产品？防晒霜的推荐，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做防晒专题的时候提到的那些防晒霜。清洁防晒的产品呢，如果你选的是防水防晒或者高倍防晒，我推荐你使用卸妆产品去洗。例如呢，像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、Bobbi Brown 的卸妆油，还有像 Pharmacy 的卸妆膏等等这一类的。那如果是低倍的通勤防晒，而且不防水的话呢，大家可以用洗面奶去洗，比如说芙丽芳丝的氨基酸洗面奶，或者是宝拉甄选的绿鼻涕洗面奶，这些都可以。晒后修护产品呢，主要有2类，一类是大喷，比如说理肤泉大喷、雅漾大喷，还有呢就是面膜，像理肤泉的 B5 面膜、优瑟琳的面膜，这些都行。晒后降温类的呢，我比较推荐水凝胶型的退烧贴，它呢价格也比较便宜，比较实用，温度呢也不冷不热的，刚刚好。这里头呢要提醒大家一点，就是在你还出汗的时候，毛孔都张开的时候，不要用冰镇的面膜或者大喷去降温，这样会对皮肤形成新的刺激。好，防晒到位了，美白的话呢，参考我们之前讲过的16型美白法去选。其实之前讲的这个16型美白法呢，它中间就专门有一种类型，就是暗沉型。那我们之前在讲暗沉型的时候说过，我们在选产品和成分的时候，要围绕着抗氧化、抗糖化、抗羟基化和抗蓝光4抗来选。这样一来呢，影响我们黄气暗沉的2大内因就一起解决了。适合的产品呢，可以参考我之前讲过的16型美白法中所涉及到的所有的产品，我也会把它们放在视频的最后，大家可以截图参考收藏。第3部分就是改善皮肤表面的散射率，它的主要方法就是让角质变得光滑。这里边呢还有一个隐藏的重点，其实我们的角质层里面也是含有黑色素的，而当你适当的脱出角质，不光可以光滑皮肤、细腻纹理，同时还可以让一些多余的没用的黑色素离开你的身体，你看起来就更白了。说到去角质，被大家最熟知的就是用酸。那市面上的酸呢有好多种，比如说像甘醇酸、杏仁酸、乳酸，这些叫做1代果酸，还有葡糖酸内酯、乳糖酸、麦芽糖酸，这个是2、3、4代果酸。它们呢虽然都可以软化剥脱角质，但它们剥脱角质的能力是有区分的。比如说1代果酸最强，尤其是甘醇酸和杏仁酸能力都非常强，而2、3、4代果酸它们剥脱角质的能力偏弱，但是它们更温和，保湿性更好。所以你在选产品的时候，如果你的皮肤偏敏感、皮肤偏干，那你就要从这个2、3、4代果酸里面去选。那如果你的皮肤比较油、脸皮厚，那你就可以从1代果酸里，尤其是甘醇酸和杏仁酸这俩里面去选。除了酸以外呢，还有一类产品可以去角质，那就是蛋白酶。它写在配方表里面呢，一般叫做角蛋白酶、木瓜蛋白酶或者菠萝蛋白酶。这些蛋白酶呢，都同样有这个剥脱和软化角质的能力，但它们呢刺激性会更小，更适合皮肤更敏感、皮肤更干的人去用。但是不管是酸类产品还是酶类产品，你们都要注意一点，就是使用的频率不要太频繁。那我建议的频率就是1周使用1到2次左右。所涉及到的产品呢，我会把它贴到视频的最后，大家可以去参考收藏。所以说，如果想改善肤色和光泽状态，它永远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品能够解决的，而是要系统的分析，还要长期的坚持。我是配方师星星，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收藏。最后，希望大家都能收获健康好皮肤。